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话题呢是关于德国食品的。一提到德国，可能很多小伙伴呢就会自动想到德国产品就是高质量的代名词。比如说，德国有奔驰、宝马、奥迪，还有保时捷等这种高端汽车。所以一提到德国，好多人可能会自动认为德国超市里面售卖农产品肯定是质量特别好的，很多是有机的，对不对？可能是不打农药的，不施化肥的。我相信呢，持这种观点的刚来德国的人特别多，或者来这里旅游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其实非也。据我30年在德国的观察，其实德国超市里边的农产品，只要它不是标注有机的，可能绝大部分呢都是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德国最多进口的农产品是从隔壁的荷兰以及从西班牙。荷兰的人均收入比德国还高。荷兰呢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农业大国，大家没有听错也是个农业大国。它的从业人员非常少，但是它能生产特别多的农产品，那是靠什么？靠工业化，靠自动化，靠机械化，对吧？比如说在德国，我们每天吃的西红柿很多都是荷兰生产的，还有德国的黄瓜很多也是荷兰生产的。荷兰和德国的气候差不多，那一年四季都有这西红柿，那就表明他们不是在自然生产出来，而是通过暖房工业化的，那规模特别大的。也就是说，我们吃的黄瓜、西红柿，一天自然的阳光都没有见过，都是在暖房出来的。中国现在也一样，中国农产品现在很多也是在暖房出来的，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到这种我就觉得其实过度工业化对人类呢不一定是好的趋势但是没办法，这个社会要往前发展，那整个社会的趋势我们做一个小的韭菜也左右不了。我们回到这个农产品比如说现在德国的西红柿，你们知道有多便宜吗？我发现这几个月有的蔬菜水果有点降下来了，但是呢大部分呢都没有。西红柿现在在德国廉价超市大概是1欧元左右1公斤也就是折合人民币4块钱都不到，3块多3块9。怎么能做到？只能是大规模生产对吧？自动化的，可能摘那个西红柿都是机器去摘，而不是人了。那可能用了催熟剂还用了化肥农药等等。另外一个我想起了，在德国我一般不会买鸡肉。为什么？在德国这种鸡肉鸭可能它就是8-90天或者4个月出来，从孵出来到你能够吃只有3-4个月时间。而且这些东西呢，从出生到死到被宰杀都在流水线里，它们可不是自然生长我自己农村出来，我知道。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自己孵化小鸡，用母鸡来孵化，等它孵化出来，大概可能要2-3个礼拜吧，大概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了我估计20天左右肯定要。那个小鸡呢，大概长了半年之后，那母鸡会把它踢掉它，会盯那小鸡，直到它们相当于断奶一样，由它们自己独立了。再经过大概半年到1年，才可能勉强才能够到人可以吃它们那个大小。也就是说，自然成长的鸡大概要1年半才能够吃。而你看在超市里面的鸡肉，3个月就可以那么大一个了，这难道正常吗？绝对有激素对吧？给它打激素，给它吃那个抗病的药。也就是说，像这种鸡肉其实呢人吃进去没有多少好处。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少吃或者几乎不吃鸡肉或者是鸡腿的原因。我不是素食主义者，会吃少量的牛肉或者那个虾鱼等等，其他肉比较少，猪肉极少极少。所以说来说去吧，就是德国的这食品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端，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好，刚才简单介绍一下德国的食品。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或者食品质量方面的问题。昨天呢，咱们频道一位网友在德国的一位华人朋友啊，向我反映了一件在德国他遇到的糟心的事情。他说啊，今天在德国食品连锁超市那个 Rewe， 它是一家中高端的食品超市，他买了一瓶玻璃装的土豆片，一打开已经发霉了，但是保质期写到是到2026年9月份。他还买了2瓶婴儿果汁，也过期了。Rewe店的工作人员说换一个就行了呗。这种危害消费者健康的事情啊，就是这种随便处理的吗？然后他就对我说，他说芝士啊，你见多识广，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该网友继续说，去他们店里说没用，那位收银员没有什么好气。他还说你这个人想要得到更多，也就是说这个华人想得到更多。你看像这种话都能说出来。这位收银员继续说不可能，然后呢让这位华人把发霉的那个土豆片给他还给超市，超市呢把这发霉的土豆片扔了处理掉。这位华人客户想要联系方式，超市呢让客户自己去网上去搜。你看就这种态度，朋友们啊，我认为啊这是非常恶劣的糊弄消费者的事情。超市的态度真的太恶劣了，但这就是德国食品超市的常态。昨天当这位华人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告诉他，这位收银员如果他态度好的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换货。因为像这种工作人员啊，他们受的教育有限，还有各种原因，很可能他的眼光啊还不如你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的这个客人，他看不到想不到那么远。我告诉他，你应该拿着小票直接跟这家连锁超市 Rewe 的总部联系，反映质量问题，而且要以书面的形式联系他们，不要打电话，因为书面形式可以留档啊。这也是德国商家一般不敢放肆的主要原因。打电话投诉，我认为打电话是次优方案，特别是对德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说。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德语不是母语，可能很多人德语不那么溜，所以表达不清楚，甚至可能还引起误会。其次呢，客人不能进行电话录音，也不能把偷偷录下来的那段对话作为证明材料，这点与中国不同。然后我们到了第3点，以书面形式投诉，假如金额大的话，一定要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这样就可以证明对方是否收到。在过去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要投诉或者取消什么合同，比如说手机合同啊，你打电话可能打1万遍没有用，今天是这个客服，明天是那个客服，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或者如果你为了省那点邮费，你普通的信件寄出，但是他们说我们没收到呀，所以呢你的合同继续下去。在这里啊，我告诉德国的小伙伴们，不要省那1、2欧元的挂号费，一定要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去。在德国，如果你想取消合同，一定要以书面的形式，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去，对方要签收，这样才能证明你寄出了，才能证明他们已经收到了。否则他们真的特别无赖的啊！这也是德国商家做事的方式，就是为了这个合同继续执行下去，为了多捞钱，他们真的是没有底线的啊！我们再回到这位在德国的华人，他到超市买薯片发霉了，对吧？然后呢，他买的果汁，婴儿喝的果汁也过期了。最后呢，那间超市的另外一名工作人员不情愿地给了这位华人客户的一个电话。这位华人呢打了电话，第一个工作人员在这位华人客户只说了土豆片发霉的事情之后呢，要了他的邮箱，就给挂了。他还没有说完呢。后来呢，这位华人又打了一次客服电话，这次呢是另外一个人了。他又把这个土豆片发霉的事，还有儿童饮料过期的事情也说了。对方呢要了这位华人顾客的名字和邮件，说到时会有人联系的，就是需要耐心等待的意思呗。其实呢，这位华人顾客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客服是不是把他的那个电子邮箱正确的记下来了。他想复述一下，然后客服说不用了。后来这位在德国的华人朋友给这家连锁超市的中央客服发了电子邮件，并且让他们尽快给一个说法，
发邮件也属于书面的啊。然后第二天，这家连锁超市质量管理部门就回复了啊，提到过期的饮料，他说啊，我们已将您关于过期产品的备注转发给相关部门，关于这件事情，他们很快会与您联系。关于发霉的土豆片，这位华人说，上面写的保质期是到2026年9月30日，并且呢，仍然含有盐，还有抗氧化剂，就不应该提前2年多发霉啊。超市总部的客服怎么说的呢？他说啊，由于投诉这个产品，他们已联系了负责的供应商，并安排了生产审查，如果发现有错误，将立即启动相应的更正。然后呢，礼貌性的写道，我们将继续监控产品中描述的缺陷，并在必要时采取措施等等。然后大家看看，德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啊，他们的客服是怎么样敷衍打发这位华人客户的呢？你们可能都不信，本来买了他们2样产品都出问题了，一个是薯片发霉了，对吧？饮料过期了，但是呢，这个商家只给了这位华人客户区10欧元，而且是代金券。也就是说，你要去这个超市继续买东西，比如说买够10欧元，你相当于才能回本，不是给你现金哦，是代金券。就这样打发投诉的人，呵呵，真的笑死人。也就是说，这家连锁超市啊，而且是德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他根本就不关心你这位客户，不管你是华人还是德国人，有没有吃这薯片，有没有喝这过期的饮料，喝了之后吃了之后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人家商家根本就不关心这个，而只是以区10欧元代金券来打发了。你们觉得这样的商家是不是太放肆了呢？这可是德国最大连锁超市之一啊！这位华人朋友告诉我啊，在这家连锁超市的 Rewe 不止一次遇到产品发霉等问题，他身边的人也遇到过。这次呢是工作人员态度实在太恶劣了，所以他才投诉的。大家知道吗？在德国，很多德国人自己也买律师保险，就是说是为了方便打官司。因为在德国，在西方国家，律师费可是非常贵的啊，它是按小时收费的。有了这个保险，在必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委托律师出面帮这个人打官司，而不用另外付费。所以有这个律师保险，那在德国就不怕打官司了。这位华人朋友最后告诉我啊，通过这件事情，对德国的滤镜又碎了一丢丢。对德国食品啊出问题，我自己也遇到过好几次。在德国，特别是在那种食品连锁超市啊，比如说我在 Lidl 还有那个 Aldi 都出现过，最多出现就是那种吐司片，在德国一般不是500克就是750克，我一般是买750克，因为呢更实惠。经常是这样，我遇到过几次都是过期之前几天，有些地方已经发霉了。你们知道吗？发霉的面包是绝对不能吃的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是坚果发霉了也不能吃，这样非常容易致癌。但是这种情况下，因为差不多吃完了，所以那个发霉了，一般的人就可能不会再去商家那里投诉了，或者那个小票早已经丢了，对吧？也无法投诉了。但是像这样特别膈应，对吧？特别讨厌，感觉非常不好。还有在德国经常出现呢食品啊或是产品召回的事情，有些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商家也不会大张旗鼓的告诉大家，他就是发一个什么邮件啊，或者是贴了一张小小的 A4 的纸在那个超市那里，如果你不注意看，你就真的根本不知道要召回产品了。那出事了就出事了呗，或者拉肚子就拉肚子了呗。大部分人可能都认为是自己可能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而不会想到是某家超市的产品的问题。还有以前呢，在德国出现了这样的丑闻，比如说德国有一些罐头食品含牛肉的，后来呢发现里面的所谓牛肉呢并不是牛肉，而是马肉，也就是说以马肉当牛肉。听说那个供应商是罗马尼亚的，这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丑闻。可能在罗马尼亚当时的马肉可能要比牛肉更差吧，所以呢它是以次充好，绝不会以好冲次，绝对不会的，没有那么傻的那个供应商，对吧？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这1-2年
看我频道的朋友们知道，就是我来往于中国、德国之间就比较频繁，或者呢，我经常到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去，也就是说，我真正在德国的时间可能比较短。这次呢，我回到德国，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等一下我去冰箱去拿东西出来，大家看，我手里呢有2样东西，这边的这个呢是牛奶，这个呢是果汁，这种软包装都有一个口。然后呢，这次我回德国，我打开的时候我特别不习惯，因为这个盖老是拿不掉，我开始以为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又打开另一个，这个是果汁的，它也是，你看拿不掉。有时候你倒的话，如果它的角度不对，特别不方便，你要把它放到这上面才好。后来呢，我就问我德国的伴侣，我说这种食品包装是不是出问题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不是，因为有德国或者欧盟新的法律对这种包装做了相当于监管，颁布了新的法律，就是这种食品的包装，这个盖子拧开之后呢，不能够掉，一定要连在一起，美名曰为了环保，因为呢这是白色垃圾，对吧？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又增加了回收的难度，因为这一部分和这个相当于一些纸之类的啊，它是不属于同一类垃圾，所以回收的时候呢又增加了难度。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在欧盟很多方面过度监管的问题，或者监管过度，也就是所谓的官僚主义过度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说说，在德国的超市，你看到的黄瓜几乎每一个都是一样大小，都是笔直的。为什么呢？又是欧盟过度监管，大概是在上世纪末1999年左右吧，还是1989年，反正是很久时间了。欧盟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啊，欧盟超市里面卖的黄瓜不能够弯曲到一个角度，也就是大部分呢都是笔直的。像这种非常小的事情啊，就是有法律来监管，这是过度了。我认为法律肯定需要，但是如果是你过度了，那就增加了商家的运营成本。比如说这个，光是这一点改变啊，每一个像这个包装和这个包装是不一样的，你改变了，相当于它整个设计都改变了，它这个打磨也改变了，生产这个东西可能整个流程也改变了。有的记者去做了采访，问了商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光是这样一个包装，可能每个厂家它增加的财政负担是多少呢？10多万欧元或者更多，也就是平均到每个包装盒上面，每个成本增加了半个欧分。你别听哦，半个欧分好像不多，但是是积少成多啊。那最后这个成本转嫁给谁呢？可不是商家，最后还是消费者买单啊。那同样，这个黄瓜，你们觉得直的黄瓜和弯的黄瓜，难道它的质量有什么任何区别吗？它的口味不一样吗？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好像比较脑残的决定呢？那就说明这些欧盟的官僚没有什么事做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农村待过，知道农村怎么样啊？在农村种出来任何东西，它的个头绝对有大有小，有弯有曲，不会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也告诉大家，你们如果去农贸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呢是买那个卖相最难看的，大小特别不一的，有很多什么疤痕的那种产品，其实它的质量是最好的，那种东西才最有可能是有机的产品。而那种看上去呢颜色特别鲜艳的，大小个头都一模一样的那一种呢，是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真正的有机的，真的是它的卖相难看，然后大小不一，弯曲不一。如果大家不信，下次你们去中国农村去看看，人家农村人种出来的东西挂在树上的，是不是大大小小不太一样呢？有些真的很多疤痕的那种产品才是最好的。我们回到欧盟的黄瓜只能是直的，不能是弯的，这个脑残的这个法律决定。那弯的黄瓜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也不可能做垃圾，对吧？这些弯的黄瓜都低价
送给了各地的餐馆，因为餐馆它一般是用黄瓜来做沙拉，它都要切细，所以呢就看不见弯还是曲啊。后来这个直黄瓜这个欧盟的法律可能受到了太多人吐槽，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就废除了。但是呢，这个梗就是黄瓜是直的这个梗一直流传到现在，很多德国人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法律已经没有了。朋友们，你们看，这个黄瓜是直的，又是一个欧盟过度官僚主义的例证。所以呢，在欧盟，你要做什么商业活动，你要创业，它的门槛太多了，因为规章制度太多了，不像在中国这个投资啊经商那么自由。好，朋友们，今天就跟大家唠唠嗑，说说德国的食品还有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德国商家是怎么样处理客服投诉的。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是不是出乎你们的意料呢？请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见，拜拜。